房的米其林餐廳，跟平常吃到的叉燒不一樣的味道哎。連冠7年的米其林必比登。One is not enough. I never taste this anywhere. 大家看這個油亮亮的琥珀色的顏色，哦，很脆耶，那個皮一入口味蕾是這樣，到處跑哎。Hello， 大家好，我是住在泰國的 Kimi。大家來曼谷是不是看到很多米其林餐廳？那胃的容量有限怎麼辦呢？今天呢，這集要帶大家去我自己很喜歡的曼谷米其林2房、3房、4房、N 房的米其林餐廳，要推薦給大家。之前有開箱過曼谷 N 房的米其林清單，大家還沒有看過，等一下也可以去看那支影片。我們就出發。現在我們到這家呢是在中國稱雅瓦拉的一間燒臘餐廳。那這間呢來頭不小哦，它的主廚呢是 David Thompson， 他是第一個把泰國的泰菜料理推向米其林國際舞台。他之前在倫敦開的一間泰式餐廳南，也是獲得米其林的得獎。那再來，他回到曼谷之後呢，也開了一間泰式餐廳，叫做阿宋，這間也是米其林。接下來呢，這間餐廳 Chop Chop Cook 也是收錄在米其林的推薦名單之中，非常厲害的中式燒臘店。它的裝潢是有點那種香港霓虹燈的氛圍，加上那種美式 diner 的那種座椅，很可愛。在這邊呢，一定要必點的就是它的2樣燒臘，一個就是燒鴨，一個呢就是叉燒。你的麵是可以選湯麵或乾麵，或是不要麵只要湯，各種不一樣的可以選。哇，它的那個餛飩，我本來一開始想說可能就是這樣子小小的，結果它超級大分量。它可以選這種乾麵的，然後上面會有餛飩跟蝦子，然後還有青菜。沒有麵的話，這個是湯的，也是有餛飩，然後配蝦子。先試試看燒鴨。鴨肉香氣很足，還保有那個肉汁。我覺得它厲害的地方是在它的皮，它的皮是有一點蜜糖醬汁的味道，燒鴨醬裡面是帶一點酸，可以把整體的香氣再多一個層次，然後再配上它的醬汁呢，就有那種酸甜感，吃起來就很解膩。這皮好好吃哦，還有一點那種炭香氣，我覺得它可以配一點這個乾麵。配着一起很剛好。再來吃吃看這個叉燒，味道不一樣哎。我覺得它這個叉燒裡面有帶一點那種酒香，然後再加上一點焦糖跟蜜糖綜合在一起，然後還有一點焦香，跟平常吃到的叉燒不一樣的味道哎。它的醬汁是跟鴨肉的那個醬汁是不一樣的醬汁，它這個醬汁是帶點蜜糖，再帶一點酸，羅望子、羅漢果的那種酸甜。大家一定要配乾麵啊，或者是配飯，非常下飯，因為很入味，而且麵超有嚼勁的。那還要點一個這個蛋卷，裡面配的是冬粉跟韭菜，吃起來不會油膩。下春卷整體吃起來它就是味层很薄脆，一口咬進去的時候，你會吃得到香菜、韭菜，然後花生香氣，再搭配一點胡椒香，綜合的味道結在一起，所以層次算是很分明。另外就是它的薄脆度跟乾爽度，就是你吃起來不會覺得它是在吃炸物。刚還有點那個酒香蛤蜊。它是以冷盤的形式出现，裡面帶有酒香氣，然後是酸甜，這個很清爽，很開胃。搭配着點的話，很解膩耶。這個味道就比較重口味，少了控把跟那個掛包那個麵包，就會覺得它味道比較重。這裡的雜菜就是這個，像我們在掛包裡面夾的那個酸菜，所以就單吃會比較重口味。如果你怕吃不完，或是你只想主點一個，我會先推薦叉燒，第二個推薦會點燒鴨。再來推薦這個蛋卷，這個蛋卷很厲害，吃起來不像炸物，它好清爽。因為這個單吃啊，味道都會再偏重一點。推薦大家一定要點一個乾麵啊，或是湯麵，或是白飯去配，綜合它的味道。The barbecue pork, I will have one more. 我剛又多加點了一個叉燒豬，這叉燒豬真的很好吃。大家在出國旅行的時候，是不是跟我一樣，很常都會連公共的 WiFi， 像去飯店啊、機場、咖啡廳等等，連上網之後，我們查的不只是地圖啊、行程，有時候還會登錄 email 看訂房資料、確認行程，或者是查看付款資訊。所以在使用公共 WiFi 的時候，就要特別留意網絡安全。這個時候呢，我就會使用 Note VPN， 它可以幫我加密網絡流量，
也能隱藏我的真實 IP 位置，讓我在使用公共 WiFi 的時候多一層隱私和安全保護。Note VPN 還可以切換到不同國家的伺服器哦，像我在訂機票或是飯店的時候，可以用 Note VPN 來切換不同的地區，去查查看價格和優惠顯示會不會不一樣。有時候同一個航班、同一間飯店、同一天，價格有時候真的會因為地區啊或是平台活動顯示會有所不同。所以我的做法是，如果是訂房啊、訂機票前，就會多切換幾個地區去比價看看。想試試看 VPN， 也可以透過我的專屬連結 notevpn.com/Kimi 或輸入折扣碼 Kimi， 還可以有額外的使用期4個月，還有30天內的退款保證。詳細的資訊呢，我會放在影片下方資訊欄，大家也可以去參考看看哦。現在我們在的這家呢是越式餐廳 Saigon Recipe， 以越南料理為主。這間呢在2025、2026都有被收錄在米其林推薦餐廳。每次啊，只要想吃越南食物呢，都一定會來這家。這家的品項非常多元，就是賣各式各樣越南會看到的经典小吃，因為它就是想把家鄉的味道帶到曼谷。越南式咖啡也有，然後東南亞一定要喝的椰子也有，再來就有经典的炸春卷，然後還有河粉啊，還有一定要吃的法棍。之前去越南富國島，在搭飛機之前也買了2個法棍。這家的品項啊非常多，雞、豬、牛，再加上也有素食料理。之前在留言區看到觀眾有詢問想要看素食的，那這家也有素食的選項。而且我觉得這間餐廳很漂亮，它有一種真的在越南的感覺。它的裝潢風格啊，裡面的牆面是那種黃色的東南亞熱情奔放的風格，配上法式殖民風的印支風格，有一種那種越南惠安古城的感覺。除了1樓之外，2樓、3樓也有座位，都是裝潢的很像老宅的概念。而且它連餐具啊，都是在越南会看到那種木頭筷子。在這邊必點咖喱配上法棍，就是這個味道，在那個法棍上，超讚！然後這個法棍呢，一定要把這個醬汁沾上去，搭配着一起吃。整體的味道吃起來都是有那種番茄，然後帶點薑味，然後還有一點南洋式咖喱，肉超嫩的，这道是我最喜歡的。大家來這裡一定要點這道，吃過很多次，非常推薦。肉超嫩，每次吃每次經驗一次。接下來這道越式牛肉的空心菜沙拉，它還會配上蝦餅。這道很適合當開胃菜，很清爽，有那種檸檬的清甜，再加上空心菜，脆度很夠，再帶一點檸檬的酸爽，牛肉的香氣，還有花生啊、辣椒結合在一起。還有配上魚露的一點鹹香，而增強到一點點香菜的味道。花生有一種點綴，它把那個整體的脆度又更升級，不只有青菜的脆。哇，這個夏天吃很開胃，會覺得非常消暑，熱氣直接飛走。蝦餅香氣很香哎，很蝦味，蝦醬味超香。知道為什麼要搭配蝦餅呢？因為把整體的脆度再更往上一層，不得了。脆上脆，而且蝦餅單吃也很香。還有在泰國一定要必點的椰子汁，整顆的，比我的臉還大哎。哇，超消暑的。大太陽的天氣就是要來一顆冰椰子。接下來是這個順化牛肉米線湯，這個呢用的是原米線，跟一般所用的米線是不一樣的，是越南中部順化的一個經典料理。這個湯頭非常的甜，帶着那個牛骨香，它會比一般的河粉的湯頭再更濃厚。裡面配上的那個牛肉也很嫩，我點的是那個牛腱部位，比較嫩，然後還可以另外再加點肉，因為通常啊米線或是河粉類的裡面的肉都會比較少一點，主要就是在吃它的那個湯頭跟麵食，那配料都超入味了，不然那個牛香氣很像那種牛肉湯现刷牛肉喝起來的那種牛香氣，非常清甜，能列為米其林推薦名單，實至名歸。而且這間店啊，很多人哎，像正中午後面已經滿了。
再加上這家的 Google 評論極高我記得它是4.6顆星。下一道在粵式餐廳不能錯過的就是炸春卷，然後這邊有分素的炸春卷、豬的炸春卷，又或者是純春卷。然後我點的是豬肉炸春卷。這個炸春卷的樣子啊，就跟我在越南吃到的那個樣子一模一樣。我們先吃一口原味的。裡面餡料非常豐富，胡蘿蔔，然後青菜，然後再配上一點菇類、豆腐，味道非常豐富。搭配這個生菜一起吃，再加上這個醬，一定要配生菜，它多了一個那個香草味跟脆度，加上旁邊這個靈魂醬汁呢，整體的味道會变成酸甜，非常清爽。外面的那個春卷脆度啊，跟我們以往想象的那種餅乾脆不一樣。越南會賣一種圓圓的那種白白透明的米粉，去包這個春卷，炸下去之後呢，它就有那個一點點那種氣泡感，所以吃起來整體就有那种很脆的口感，啪啪啪啪的口感。因为你知道吗？有一些粤式春卷炸完之后可能会变得比较油，但这个就是那种清爽版的，然后再搭配这个酱汁，就是哇，一起棒。外面有很多那个外送外带，现场吃更有 feel。现在带大家来到的这家呢，是美式很常来吃的一家恩坊美食店。之前有跟大家介绍过这家，这个地方呢就在文文雅大圓環美食系列。那這邊隱藏了很多小吃，那其中一家就是這個。另外在恩坊美食系列有收錄這家，那這次呢還要帶大家來吃這家，因為它是米其林推薦名單之中連冠7年的米其林必比登。然後這家很厲害的就是它的海鮮粉絲堡，它有母蟹、公蟹還有鮮蝦3種不一樣的。菜單上面是英文，它有圖片也很好理解。大家在點的時候就是要選它的尺寸，你要吃的是螃蟹呢還是蝦子？那母蟹的話就會有蛋，那它是以實價來計算，有分小份、中份、大份。它小份呢價錢就是330，然後中份價錢是600到650，大份是700到1000。然後我們本來想說要點大份的，但是大份的已經沒有了，生意非常好，大排長龍。之前我們來拍影片的時候還沒有這麼多人，現在是排到門口外面，還要再放板凳啊讓大家坐。但這間開店時間是下午的3點，這次來的時間比較晚，比較早的話比較不用排隊，再加上都還會有現貨，因為它的海鮮非常新鮮，在台子上還在跳動。這家呢，我們之前來吃過超級多次，2房、3房、4房、5房、N 房的一間廳單。那通常上台的時間，因為它都是現點現做，如果不包含排隊的時間的話，是現點現做，還要再等20到30分鐘左右。所以大家來之前不能肚子太餓。我們點的是600中 size 的公蟹，還有550母蟹有蛋的，還有一個是330的鮮蝦。來了，這是我們剛剛點的烏藕粉線。烏呢，在泰文的意思呢，就是螃蟹；藕呢，就是燜煮跟燜烤啊。粉線呢，就是上面這個粉絲冬粉。這個呢，有蛋的是母蟹，這個是公蟹有熬的，這個呢是蝦子的。這是我們每次來的必吃經典組合。我最喜歡的呢是有蛋的母蟹。拿到這個海鮮粉絲堡之後呢，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把這個上面的料先拿起來，因為下面呢有滿滿的醬汁，要把那個醬汁跟冬粉還有青蔥裡面的配料，全部跟醬汁下面的豬油啊、醬汁啊，全部混合在一起，這個味道才是最完整的味道。之前母親節的時候，也有帶我媽來吃，然後我媽是食量比較小的，我就跟她講說要1人1鍋，就是我媽說啊1人1鍋不行我沒有辦法吃完。後來她一個人嗑掉整鍋。之前帶我姐來的時候也是，大家都是說啊真的假的1人1鍋怎麼可能？結果我媽還有我姐他們一個人都嗑掉1鍋。我們現在吃這個蟹肉母蟹蛋。這個裡面的母蟹蛋呢，他們在廚房的時候，先把蛋挖出來之後鋪好上殼，所以你就不用再特別就是掰開來吃，這樣很方便。蟹肉蛋吃起來是濃郁鮮甜。
大家一定要好好的把粉絲跟醬融合在一起，那個味道真的非常完整。如果沒有把它完全融合在一起，就是有失對它的尊重的。加上粉絲呢，它超級 Q 彈，裡面帶有韭菜香啊、蔥香、胡椒，然後還有海鮮的鮮甜，還有一點豬油香。這裡的粉絲也是它的靈魂所在，是曼谷數一數二的好吃。然後搭配一下這個，因為我剛剛還有點蝦子的，胡恩幫我剝好了，好貼心。比比文比你好，蝦子非常 Q 彈，脆度很夠，咬起來的嚼勁非常飽滿。大家呢可以再搭配這個它的海鮮醬汁，沾上海鮮醬之後呢，會把整體的味道再更多帶一個層次。因為它的醬汁是帶點酸，然後帶點微辣，整體非常開胃。而且我跟大家說啊，蝦子的粉絲跟螃蟹堡的粉絲吃起來是不一樣味道的，超級 Q 了，數一数二粉絲最 Q 的就在這裡了。螃蟹的粉絲吃起来胡椒香氣比較濃郁，蝦子的粉絲呢吃起來是有那種鮮甜的海鮮味。我吃過很多家的海鮮粉絲堡，曼谷的，吃來吃去，我覺得這家的粉絲跟那個螃蟹整體合起來是最對味的。一人一鍋其實還太少，我們真的是每次來都是一人2鍋，今天比較克制，2個人才點3鍋而已。因為我每次來1個人就會負責2鍋嘛，所以我自己最喜歡的搭配是母蟹，然後但是呢，我喜歡吃的是蝦子的粉絲，所以得2個都點。那大家來這邊，如果怕會吃不完的話，推薦如果第一個要點的話，大家可以先點螃蟹。大家如果喜歡吃有蛋的，可以點母蟹；沒有蛋就點公蟹。喜歡吃粉絲比較有一種鮮甜味的話，蠻推薦可以點鮮蝦粉絲堡，以備我清空。It's always tasty. One is not enough. Have to order at least 2. ชอบปูเนื้อ nail crab. The meat is more thick. There more meat. I like it like that. ปูกับวุ้นเส้น taste different. I never taste this anywhere else. 现在我们在这间餐厅呢，是收录在米其林推荐名单之中的靠先生。那这家餐厅很特别哦，它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家常菜或是泰國料理之中常見的5個元素都結合在菜單裡面，像是泰國菜一定會入菜的有椰子啊、棕櫚糖、魚露、飯。還有辣椒這5個很必要的元素。那這間餐廳呢，是世界前50大厲害的主廚 Chef Ban。我剛才研究一下他們的菜單，我覺得很特別哦。他用顏色來區分這5種不同的元素啊，就會寫在這上面。像是酸的，還會寫在右上角。然後假設像泰國的元素一定會有魚露嘛。那就是這個淺藍色的這一頁，它就是所有的東西一定會有魚露的這個成分，包括它的甜點哦。第一道我們先來吃前菜，2個新鮮的魚片。哇，這個一入口是有點像去到很多個地方環遊世界的感覺。一入口有那個辣，再來還有一點酸甜，裡面它有一點點泰式的米酒成分帶出的那個清甜酒香，清爽微酸，再帶一點發酵的香氣。一入口味蕾是這樣到處跑哎，然後又帶點微微的那種尾韻的香辣，真的是5種味道都有結合在裡面。我們點的套餐呢是這5種元素都有，所以今天這5種元素呢都會吃得到。下一道厲害哦，這個呢是泰國很特別的蘸醬文化。這個蘸醬文化呢，就是用這個泰式的蘸醬，它叫做南皮，會搭配一些青菜或是飯啊或是肉一起吃。那這邊比較不一樣的是，它是用藍蟹再配上蘸醬，有點把它做成蟹膏的呈現方式。大家知道嗎？泰國是無醬不歡的國家，最厲害、最靈魂的地方就是它蘸醬的部分，裡面還吃得到蟹肉的部分呢。大家第一次吃南皮泰國的蘸醬的話，可能會覺得它的味道會是比較重口味的，通常就是要搭配飯或者是生菜一起吃。蟹肉的鮮甜之外，它還帶點微微的咖喱，再加上泰國的元素裡面就一定要有一點點辣，所以它是帶點微辣的蘸醬，整體的味道呢鹹鮮酸甜綜合在一起。下一道是魚配上銀河環，這是鯰魚，外層帶點焦香，然後配的是棕櫚糖、露菜，而且魚肉的油脂啊、
還有肉質很嫩哦。下面配的是銀合歡，可以搭配着一起吃。通常银合歡啊都會比較苦，搭配這個一起吃，那個哇，那個苦味直接從這邊降到這裡。然後因為它還有洋蔥，哇，開始想哭了，吃到很感動。哇，它這個搭配起來，青菜可以去平衡魚的油脂，青菜的味道，它是本身偏苦，然後它就可以跟這個魚的甜味綜合在一起，整個哇，那個味道很平衡哎，完全不衝突 ，A 跟 B 搭得剛剛好，他們就是完全好朋友的這種概念，人生不苦就是讚。They make new flavor of Thai dish. They put palm sugar on top, so it's sweet and have some fish sauce smell. Bitterness from this vegetable and also slightly spicy. So it's a good combination of 4 flavors. It's new. It's different from usual Thai dish. 接下来呢，我们前进主菜了。那主菜呢，主要就是会有配菜啊、肉啊，然后再搭配一桶的白饭。然后这个白饭是可以续的哦。第一个，我们先来吃吃看泰式的 masama。这个咖喱呢，是在泰國咖喱類算是比較溫和的咖喱，比綠咖喱還要溫和。那它的香料味會是比較重一點的。那比較不一樣的地方呢，是通常啊會搭配可能牛、雞。那這邊呢搭配的是羊肋排，吃起來是偏堅果香氣，然後帶點甜味。那因為用的是羊肉，所以它還帶一點羊的味道。這羊排是種了化骨綿掌啊，好嫩哦！哇，這個醬汁超下飯的。通常我在泰式料理餐廳啊吃咖喱類型，紅咖喱、綠咖喱，那個白飯不得了，會續很多碗。這邊的飯粒粒分明，很有嚼勁，很 Q 彈。這道羊肉整體吃起來呢，就有那個椰奶香氣。堅果香，還有羊肉帶出來的那種油脂香氣，非常下飯。它的味道是比較重口味一點，所以一定要配着飯，很下飯。下一道是一個青菜蔥花筋，上面呢搭配的是泰式的炸豬皮。通常泰式炸豬皮有2種，一個就是跳鬍，一個就是嘎鬍。那跳鬍呢，它比較沒有那麼肥；嘎鬍呢，它是比較肥一點的。所以這邊呢用的是比較肥的部位。吃起來有我們那種蠔油燙青菜的感覺，只是味道像炒蝦醬下去入菜。上面的炸豬皮會讓整體的青菜更有脆度，就是這個青菜已經有脆度了，然後加上炸豬皮，就是把那個脆度再更提升，脆中之脆。下一道豬肋排，搭配上的就是我最喜歡的那個棕櫚糖的醬。給大家看一下這個中了化骨綿掌的豬肋排，輕輕的這樣用叉子扒開那個骨肉就分離了。它是用這個醬汁呢慢慢熬煮、燉煮很久的一個豬肋排。除了棕櫚糖的那個甜味之外啊，它其實層次還蠻明顯的。它的味道就有白胡椒搭配上蒜香，然後再來是棕櫚糖的那個醬汁。重點是豬肋排很入味，非常嫩。接下來在這邊有一道非常經典的菜色，就是烤乳豬。在泰國華人的習俗裡面啊，請客的宴席裡，烤乳豬算是一個很重要的菜色。這家餐廳很經典的就是它的烤乳豬，大家看這個油亮亮的琥珀色的顏色。然後這邊的烤乳豬啊，它是有一個豬耳朵，然後普恩剛才跟我說，不知道裡面有沒有鵝絲。很煩。這邊的烤乳豬比較不一樣，它這邊是慢煮烤乳豬。哦，很脆耶，那個皮整個咔吱一聲。吃起來有那個豬的膠質，配上那個外皮的酥脆度，這個脆很像不小心踩到玻璃的那種脆，好脆哦，很入味。我們的套餐來到最後一道啦。是豬肋排的湯，它有一個這個小的碗，很可愛。這個喝起來味道是那種羅勒配上蝦醬去調配出來的那種湯底，算是清爽中帶點微回甘。整體吃下來呢，我覺得非常有記憶點，是很特別的泰式餐廳，把泰國元素裡的靈魂，像是辣椒啊、棕櫚糖、椰子融合在經典的泰菜之中，用更有層次、更有味道的方法把它重新融合在一起。我覺得哇，很厲害。
有幾道菜是我覺得是吃過那麼多泰國菜裡面，然後還沒有遇到的那種新鮮感的味道。我最特別喜歡的是瑪莎瑪，但瑪莎本來就是我自己很愛的一個品項，然後它的瑪莎瑪又配上羊肉，我覺得整體味道吃起來很棒，很推薦大家可以來試試看不一樣的泰菜宣示的方式。 And this one, which you haven't tried. I didn't even know this, and I searched. They said it's one of the hardest dessert to find. 进行到我们的甜点啦。我跟说这個甜點呢是非常難得一見的泰式甜點，是從泰國南部這個地方來的。聞起來是有點椰糖、棕櫚糖的香氣。上面有一點椰奶哦，吃起來跟我們的花桂有點像，蒸糕的感覺，就真的有點像花桂的那個口感。大家進來的時候，就一開始進來的時候，這裡掃這個 QR code 呢，是可以看得到那個菜單，它是有圖片形式的，因為它這個菜單是那個字的。大家如果想看圖片，可以掃這個 QR code。以上呢就是曼谷碧恩坊的米青美食推薦給大家，有沒有以上的哪一家大家也喜歡的呢？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或是大家來到曼谷有吃過好吃的米青美食，也歡迎在下面跟我分享。那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這期影片，喜歡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還有開啟小鈴鐺。那 Kim 窩手，我們下個禮拜六見嘍，拜拜。